相对于中美之间的脱钩，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脱钩更为彻底。看到最新的数据，我不禁感慨，这哪里是台商撤离，简直就是台资大逃亡。过去有人总说台湾经济命脉被中国掌控，现在倒好，台商正在用脚投票，用行动告诉我们谁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一方。我们先来看最劲爆的数据，2010年的时候，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的比例高达 83.8%， 那时候可真是前进大陆的黄金年代。到了2022年，这个数字降到了 34%， 已经够吓人的了吧？可2023年更绝，直接暴跌到 11.4%， 从8成到1成，13年时间，台商就给中国开出了一张让人措手不及的成绩单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简单算算，2010年台商往中国砸了146亿美元，到2023年只剩30多亿，这跌幅比中国楼市都狠。更要命的是，这30多亿里面还有多少是被迫补血给在中国快不行的工厂，恐怕只有老板们自己清楚。有意思的是，台商不是不投资了，而是把钱都投去了别的地方。2023年，台湾对美国的投资直接暴增到96亿美元，是前一年的整整9倍，首次在历史上超过了对中国的投资。这下子有意思了，过去台商投资中国是为了帮美国代工，现在台商投资美国是为了躲开中国风险。这变化不知道让北京的领导们晚上睡得着吗？更扎心的是，台商还往东南亚猛砸钱。2022年对东南亚的投资首次超越对中国，达到53亿美元。2023年继续加码到55亿美元，差不多是对中国投资的2倍。越南、印尼、马来西亚哪里不比中国香？劳动力成本低，政策稳定，还不用担心哪天就被扯进地缘政治的漩涡里。我专门查了一下福建的数据，这可是离台湾最近的省份，北京一直当作对台桥头堡来经营。结果呢？2023年台商对福建的投资同比暴跌 80%， 只剩可怜的 2.2 亿美元，创下22年新低。平潭还专门建了个台湾城购物中心，想吸引台商，现在倒好，除了几个游客在拍照，基本上就是个3A 级空城景区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，商人都是用脚投票的。当年从中国大陆拿到好处的时候，台商都说两岸一家亲，现在发现风险太大了，立马就转身往外跑。过去30年，有超过80万台商在中国打拼，1700多家台湾上市公司里面，70%都在中国有投资。这些人可都是人精，他们现在集体撤离，你说中国的营商环境是变好了，还是变差了？大家都知道，苹果公司的 iPhone 是两岸合作的典范，富士康、和硕、广达这些台企在中国建了一个个 iPhone 城，一度创造了每3部 iPhone 就有2部产自中国的神话。但现在呢？这神话正在破灭。我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：2024年1至4月，台湾面向中国大陆含香港的出口额仅占总出口的 30.7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可是22年来的最低点。要知道，2020年的时候，这个数字还高达 43.9%， 短短3年就跌了13个百分点。就连日经这种一向谨慎的媒体都忍不住发文感叹，两岸经济正在渐行渐远。更要命的是贸易顺差的变化。2021年的时候，台湾从中国赚走了1700多亿美元的顺差，那可真是躺着数钱的好日子。2022年降到1565亿，已经够吓人了吧？2023年更绝，直接腰斩到805.6亿。今年上半年更惨，只剩699亿。有意思的是，台湾的经济不但没被拖垮，反而越来越好。
他把原本卖给中国的产品全都转卖给了美国和东盟。2024年对美国出口暴增 46.1%， 创造了 648.82 亿美元的顺差，对东盟的顺差也涨到 385.15 亿。要不是亲眼看到这些数据，谁能相信台湾经济这么快就能去中国化？再看看半导体产业的数据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2018年的时候，台积电 22% 的收入来自中国大陆，到2023年上半年呢，只剩 12% 了，反而是美国一家独吞了 63% 的收入。这下子明白为什么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400亿美元建厂了吧？人家早就算准了这笔账。中国还在沾沾自喜说能量产28纳米芯片，以为可以摆脱对台湾半导体的依赖。但是各位，现在是2025年了，人家台积电都在量产2纳米了，更别提14纳米以下的高端芯片，中国连芯片厂的大门都摸不到。这就好比你刚学会做加减法，人家已经在研究宇宙大爆炸理论了，这差距用10年都追不上，以为这就完了。去年4月，中国商务部还对台湾的聚碳酸酯征收反倾销税，这是什么逻辑？自己的产能严重过剩，不去反思为什么管理不好产能，反而去惩罚台湾的正常贸易，这不是恼羞成怒是什么？最搞笑的是，中国现在连一些傻大笨粗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打不过台湾了。经济研究院的专家说了，在石化和机械这些产业，中国制造商确实是追上来了，但人家台湾早就转型升级去做高附加值产品了。这就好比你费了老大劲学会用诺基亚，人家已经在玩 iPhone 15了。所以说，什么叫市场经济？这就是你用行政手段去限制人家，人家转眼就找到新市场。你想用产业升级去超越人家，人家早就升级到你望尘莫及的高度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等你爬到第3层楼的时候，人家已经在第30层俯视你了。这场经济战打得中国是真够憋屈的。当年喊着让利拉拢台商，现在人家不吃这套了，反而急了。但你越是打压，台商跑得越快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，最怕的不是对手太强大，而是自己太自以为是。说实话，写到这里，我都不知道该同情中国，还是该佩服台湾了。且不说前面提到的贸易顺差和投资断崖式下跌，光是今年发生的事，就够中国高层喝一壶的。且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几年最精彩的部分。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。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新增外资只有330亿美元，比2022年暴跌了 82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。要知道，当年改革开放就是靠着外资的输血才让中国经济活过来的。现在这个输血管快断了，你让中国经济靠什么续命？更扎心的是，这种跌幅连中国自己都藏不住了。2024年1至4月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继续暴跌，超过 50%。有人说这是因为疫情，但大家想想，现在都2025年了，全球疫情都结束2-3年了，你还能甩锅给新冠吗？再看看产业转移的趋势，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这些国家的工业园区都快被外资抢定一空了。就连富士康这种红色供应商都在越南投资了好几个厂。数据显示，富士康在越南的投资已经从2019年的25亿美元狂飙到现在的超过100亿美元，这增长速度比中国 GDP 增速快多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中国现在想刺激经济，却发现工具箱里的工具都快用完了，地方债已经害到44万亿，再借就是在玩火，房地产已经烂得不能再烂了，就算再放水也就不活，
现在连台商这个经济稳定器也跑了。更夸张的是，中国现在连维稳都快维不住了。2024年5月，又宣布终止134项台制商品的关税减让，包括汽车零组件、纺织和石化产品。这种自断财路的做法，说白了就是在拿经济开刀搞政治。但问题是，你都自己把路给断了，台商凭什么还要留在中国？我特意查了一下数据，这次被砍掉优惠的产品，大多数都是中国自己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。这不是搞笑吗？自己产能都消化不了了，还要去打压别人的产品。这让我想起一个成语，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。就为了出这口气，把人家最后的留恋都给磨没了。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中国现在还在到处宣传什么优化营商环境，动不动就喊两岸一家亲。但是数据不会说谎，2023年台商对大陆投资同比下降 34%， 只有可怜的29亿美元。2024年1至5月，台湾对大陆投资金额又下降 15.7%。你说你这个家是不是有点不太亲啊？有专家预测，这种经济断崖式下跌的态势在未来几年里不会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产业链转移是个雪球效应，越多企业撤离，留下来的企业就越难生存。就像诺基亚当年在中国的供应商，不都是在诺基亚倒下后跟着倒的吗？说句不好听的，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是一个被戳破的气球，表面上还在飘着，但已经飘不了多远了。等到产业链真正断裂的那一天，可能连现在这种保六的 GDP 增速都保不住。到那时候，可能连现在这个 11% 的台商投资比例都会让人觉得是个天文数字。总结一下吧，台商撤离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这个开始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引以为豪的世界工厂地位正在动摇，意味着曾经唇齿相依的两岸经济正在脱钩，更意味着中国引以为傲的经济实力正在被掏空。这场经济战打的是产业链，伤的是信心，输的却是未来。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台商还要不要撤离的问题，而是他们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撤的问题。这恐怕会是一个让北京领导人夜不能寐的话题。